马克最终到家时，已经过了凌晨1点。不久前，我看到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，那年亲吻他脸颊的瞬间，仿佛定格了永恒。他还配了张照片，照片里，他那位错过的白月光，坐在车里，正对着拍照的人挥手告别。他脸上的笑容看起来近乎嘲讽。或许他早就知道我会看到这张照片，或许这才是他的真正目的。还没睡？马克看到我独自坐在沙发上，这么晚了还在看电视，似乎有些惊讶，但也仅此而已。仿佛根本不需要我的回答，他转身就朝浴室走去。上次他高中时的初恋打电话说睡不着，他立马紧张起来，一副全然不需休息的模样，陪对方聊天，视频到凌晨3点。可现在，面对结婚7年的妻子，他只淡淡一句还没睡，再无其他。他随手把衣服扔在地上，走进了浴室。淋浴声很快响起，我习惯性地捡起他的衣服扔进洗衣机，又去步入式衣帽间拿了他的睡衣，放在浴室门外。这些年，我一直没能给他生下孩子，对此我满心愧疚，总想通过方方面面的体贴与温柔来弥补，留意着所有细微之处。可不知为何，我越是用心，他似乎离我越远。就像不久前的那个雨夜，我冒雨给他送伞，他转身就把伞递给了那位错过的白月光。过了一会儿，马克推开浴室门，他看到我为他选好的睡衣，微微皱了皱眉，拿起衣服问：怎么拿的是这套？你想穿哪套？我起身问道。今天是你的排卵期，往常你对这个最清楚了。马克瞥了我一眼，我还没来得及回答，他就穿上睡衣，走进了卧室。结婚7年，我始终没能怀孕，这成了我们俩共同的心病。我们去看了好几次医生，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，只需放松心情，保持积极心态就好。但7年来，他表面上说不在乎，心底里却无比渴望有个孩子，以至于有时候他比我还清楚我的生理周期。每次到了排卵期，我们都会穿那套情侣睡衣，这是我们之间的默契，也是一种信号。可这次我没把那套睡衣拿出来，他也懒得问原因。或许我的想法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，他根本不在意。而那位错过的白月光，只需一个小小的暗示，他就会放下一切，去对他百般呵护、关怀备至。我沉默了许久，才走回卧室。我刚伸手抱住他，他就不耐烦地推开我的手。我累了，别烦我行不行？换做以前，我定会想方设法讨好他，但这次我什么也没说。我默默起身，走向客房。他回头看了我一眼，就在我快走到门口时，他开口说：我今晚是真的累了，明天再补偿你。他很少会主动说这种话，可我已经身心俱疲，再也提不起劲了。不用了。我关上卧室门，走进客房，却怎么也睡不着。我和马克是高中同学，那时我们并不熟络。我是班里的尖子生，而同班一个不爱学习的女生总嫉妒我，还经常欺负我。有一次，她带着2个跟班在小巷里堵住我，想抢我的钱。马克路过时看到了，没有上前帮忙，却嘟囔了一句：真懦弱。或许是这句话刺激了我，我竟然反抗了。结果可想而知，我被3个混混围堵，却径直冲向那个女生，抓伤了她的脸，打掉了她1颗牙，还打断了她的鼻梁。事情闹大了，她的父母怒气冲冲地闯进学校，威胁说要报警。我吓坏了，马克却站了出来，挡在我身前，对着他的父母说：尽管报，我倒要看看。你们未必敢。你们女儿欺负同学，敲诈勒索，真想让警察来查清楚所有事吗？我不确定他会不会坐牢，但他肯定会被开除。他的父母被震慑住了。马克抓着我的胳膊拉我走，有其母必有其女，别跟他们纠缠，1分钱都别给。他们想闹，咱们就奉陪到底。我怔怔地看着马克，他当时的样子真的好酷。他把我拉回教室，我一整天都心神不宁。
最后，那个女生只得了个记过处分，我也只是被叫到校长办公室，问了问事情的经过。他的父母也没再提要赔偿的事。为了感谢马克，我请他吃饭，他毫不客气，一顿饭花掉了我半个月的零花钱。从那以后，我就特别喜欢待在他身边。高中毕业那年，我甚至故意考低了分数，只为能和他去同一所大学，同一个专业。他知道这件事后，问我是不是喜欢他。我紧张的连连点头。他笑了，眼光不错嘛。我们谈恋爱后，他开始注重外表，买昂贵的衣服，花钱大手大脚，经常入不敷出。我不忍心看他吃苦，就省吃俭用，攒钱带他去吃饭。后来我怀孕了，我们当时毫无经验，去看医生后才发现是宫外孕，我们俩都吓坏了。我见到马克的父亲时，才知道马克出身富裕家庭。在医院里，他的父亲态度冷淡，满脑子都在想怎么处理这件事。马克却毫不犹豫地抓住我的手，爸，我要娶她。您要是不同意，我就一辈子不结婚，绝不会娶别人。他的父亲很震惊，你确定？马克紧紧握着我的手，确定，绝不会后悔。那一刻，他就是我的一切，是我唯一的依靠。结婚3年时，我紧紧抱着他，哭着问，要是我不能生孩子，你会讨厌我吗？他毫不犹豫地说，我会永远爱你。那时的我们真的很幸福。直到马克的父亲生病，他被迫接手公司，成了首席执行官。他开始变得疏远。我曾以为他的冷淡或许只是骨子里那种霸道总裁的特质，可后来他遇到了那位错过的白月光。他对他的态度让我明白，他不是变冷淡了，而是我们结婚7年，一切都变了。他不再那么需要我，也不再在乎我的感受和想法，而我似乎也不再那么需要他了。我们好像都能放下彼此了，就像现在分开睡，没有对方在身边，似乎也没什么不妥。4. 第二天我醒得很晚，迷迷糊糊一看，已经过了上午9点。我上班要迟到了。我跳下床，走到客房外，却发现马克也没去上班。他正在厨房里做饭。他至少有3年没进过厨房了。他做饭简直是闻所未闻。醒了。马克看到我，把一碗鸡肉粥端到餐桌上，刚好过来吃早餐。不行，我上班要迟到了。我赶紧去刷牙，准备出门。不用急，我已经帮你请好病假了。马克的话让我在镜子前停住了脚步。他走到我身后，抱住我，下巴抵在我的肩膀上。对不起，昨天太忙了，忘了今天是你30岁生日。我答应过要补偿你的，今天一整天都陪你。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，冷冷地推开他环在我腰上的手，就像昨晚推开他的手一样。我以为这很容易，可我却僵在原地，怎么也动不了。吃完早餐，马克让我上车。我坐在副驾驶座上，往下翻遮阳板时，几张照片掉了出来。我捡起来一看，全是马克和那位错过的白月光萨拉的合影。其中一张里，萨拉撅着嘴，正要亲马克的脸颊，他的嘴唇几乎要碰到他的脸，而马克正笑着。去年他公司团建，我也跟着去了。当时我想拍一张类似的照片，他却一把推开我，满脸不耐烦，这是公共场合，注意点形象行不行？保持点距离。马克看到我盯着照片，表情微微变了变，没什么好看的，就是同事们闹着玩，拍的玩笑照片而已。你会把玩笑照片放在车里？我问他，前年你生日，我们一起拍了张合照，我觉得挺好的，你却不喜欢，直接扔进了垃圾桶。是吗？马克看着我，我不记得了。他把车开到一个垃圾桶旁停下。马克看着我手里的照片，眼神里带着一丝不舍，嘴上却说，扔了吧，这些我留着也没用。这些照片挺可爱的，扔了多可惜。我把照片放回遮阳板后面。马克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，仿佛我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我。或许我真的变了，换做以前，我肯定会吃醋。马克也会指责我小心眼。
我们会为此吵架。可现在，我好像一点也不在乎了。行吧。过了一会儿，马克说了一句，然后加速开车离开了。5. 我们去了一个湖边度假区，风景很美，很适合散心。那里还有一家酒庄，餐食和红酒都很出色。我跟马克提过好多次，想和他一起来这里，可他总是找借口，说自己太忙。这次，他却主动带我来了。他停下车，看着我说，我特意空出了日程，这2天就专心陪你。我还没来得及回答，他的手机就响了。我看到了来电显示，是萨拉。他犹豫了一下。我说，接吧，可能是工作上的事。马克接起电话，可电话那头传来的却不是萨拉的声音，而是一个男人的声音。埃文斯先生，出事儿了。萨拉在办公室摔倒了，现在正送医院，您得来看看他。马克挂了电话，神色慌张。没事的。他还没说完，我就打断他，去吧，有人受伤了，这事要紧。你是老板，理应去看看情况。谢谢你能理解。马克松了口气，急忙说，我确认他没事就马上回来。我们有2天时间，等我一小会儿，你不会介意吧？我什么也没说，推开车门下了车。我看着他丢下我，开车离去。我想说，你不用去，公司有很多人能帮忙，根本不需要你。可他已经走远了，快得连车尾灯都看不见了。到了酒店办理入住时，前台疑惑地看着我，就您一位吗？我的声音有些沙哑，对，就我一位。但请给我一间带双人特大床的房间。6. 我坐在酒店的阳台上，望着眼前美丽的湖水，看着岸边漫步的情侣，看着带着孩子的家庭。天渐渐黑了，他没回来，也没发消息。换做以前，我肯定会焦躁不安，不停地给他打电话、发信息。可现在，我只是安静地喝着咖啡，没有一丝那样的冲动。夜深了，我快要睡着时，隐约感觉到有人从身后抱住我，在我耳边轻声说，对不起，今天是意外。明天我们好好在一起，去湖边走走。我推开了他的手。马克一脸困惑，怎么了？你还在为这事生气吗？我转过身看着他，没有。但你明天也不会在这里。他盯着我看了很久，明天没人能让我离开你。他拉着我的手站起来，深情地看着我的眼睛，我们一起洗澡吧，今天也是你的排卵期。第2天早上，我们在酒店吃早餐时，萨拉又打电话来了。马克，我今天要做手术，你能来陪我吗？没有你在，我心里不踏实，不敢进手术室。我正和薇薇安度假呢，去不了。马克一边回答，一边瞥了我一眼。我低头吃着东西，冷冷地看着他。我的目光让平时冷漠又自信的马克竟有些慌乱，眼神躲闪。过了一会儿，电话那头传来另一个声音，你是我女儿的老板吗？我是萨拉的妈妈。我女儿要做手术，可她说没有你在，就算残疾也不进手术室。我女儿是在你公司上班，为你工作才摔断腿的。你作为老板，不能这么无情，这么不负责任。你什么时候度假都行，可我女儿不能等。你要是还有点良心，现在就过来，让我女儿能安心进手术室。我求你了。马克挂了电话，看着我，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口。去吧。没有你，她做不了手术。你可是她的医生啊。我盯着马克，平静地说。我以为我的话能点醒他。他只是个普通人，不是医生，根本治不好萨拉的腿。可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站起来，等萨拉进了手术室，我就马上回来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没再说话。马克张了张嘴，又闭上了，最后只说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给我2个小时，我一定回来。他走了。7. 再见了。我不会再等你了。我把为马克准备的礼物扔进了垃圾桶，离开了度假区，回到了公司。去年，公司在另一个州开了分公司，首席执行官想让我去负责管理。我跟马克说了这件事，他却反对，没必要去。我能照顾你，
咱们不缺钱，你不用搞事业，也不用去那么远的地方。你要是需要钱，跟我说一声就行。可萨拉一提自己的事业，他就立刻上心，还让他当了市场部经理。回到公司后，我告诉首席执行官，我愿意去分公司任职。首席执行官很高兴，薇薇安，我一直很看重你，你愿意去，我太开心了。我这就让人事部安排后续事宜。谢谢您，先生。我恭敬地回答。我回家收拾行李，准备出发，还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句重新出发。很多朋友问我要去哪里，我一一回复了他们。一整天我都没收到马克的回复，他也一整天没回家。第二天我收拾好行李，准备离开。知道我要搬去别的州，朋友们都来送我。薇薇安，以后发达了可别忘了我们啊！祝你一切顺利。到了新地方，要是有什么事，随时给我们打电话。一个朋友环顾四周，疑惑地问：薇薇安，你老公呢？怎么没过来送你啊？我笑了笑，说：我们大概很快就要离婚了。朋友们都惊呆了。顺着他们的目光，我回头一看，马克正静静地站在我身后。